大胖媳妇儿来做产检来了。都说一个男人爱老婆，就会去努力体会她的感受，她的快乐，她的梦，她生孩子开的每一个指缝。这句话我曾经相信，所以我把她带到男性分娩体验中心来。阵痛有10级，咱也不知道她能挺到几级，反正她就是抱着我不会，可以陪你玩玩的心态来了。你觉得你能到几级？啊，8、9、10都可以。大伙儿都说她这次回来那肚子感觉是要甩子，今天咱就来个清仓大甩，争取让她顺产到10级。如果疼的话，可以按这个，开这个，这个就可以停了。这个每到1级会报数的，现在是0.2。So weird. It's like tickling. 强度1级。Now it's like contracting. 16. It is time now. 强度2级。你说，如果当年贵妃生子争宠的时候都是这个表情，不知道帝王们还如何做到宠爱？可能生子之前还是贵妃，生完就是个嫔，就是个嫔。强度2级。中间还跟我耍心眼儿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我想在你的心中一直做一个强壮的男人，我不想让你看到我脆弱的一面。” You can go. 结果我刚出去，分娩结束，分娩失败，祝您身体健康。楼下是个海鲜市场，他居然跑到海鲜市场里躲着去了。我说你汉生不好好生，你还找水？你是甲鱼呀、身怀6甲的整的。俺们都是汉生，你非得2期，开了3指还脑袋没出来呢，逃逸了。怪不得加拿大人少，都不好好生。不要拉肚子了！哎呦我的妈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你咋的了？产后1月了。你没生出来呀，你没生出来呀，爸。一个外国人因为不认字儿，找房子能捅出多大乱子？最近我们租的房子合同到期了，又需要换房子了。大胖姐说她放假了没事儿，她先自己去联系中介帮我找着。我欣慰一笑，我知道如果她找，下一个房子啥样我不知道，下一个视频肯定有了。我还跟我同事说，她真正去看房的时候，你们可一定要跟着录。我同事说姐还没去呢，跟中介线上聊天就已经出事儿了。因为我妈打电话告诉大胖媳妇儿说，找房子去之前就一定问准是不是朝南，是朝南再看。到我这岁数你就知道了，朝南有阳光比啥都强。大胖媳妇儿记住了朝南是硬性条件，但她根本不知道朝南是啥意思，就开始在 APP 上搜房子，找着不错的房子点进去，进入聊天对话框，问出了我妈让问的问题。但请注意，大胖媳妇儿她会拼音却不识字儿，她同时向北京朝阳区的14个房产中介问出了同样的问题：有朝南吗？中介对此无理需求回复的也是很有耐心。但别担心啊，你别看人大胖媳妇第一句话说错了，但人后边找补的好啊。我丈母娘只想要朝南，她说人越老越需要朝南，最好别太高，但又需要阳光。你好，请问你是朝南吗？你爸说你老非要找朝南。发生不了，我老这样吗？我老这样吗？我说你可拉倒吧，还是我回去找房子吧。房子我自己找完了，我说你们剩下的人就负责收拾就行。大胖媳妇收拾完东西，对搬家公司产生了投诉，说你看这搬家公司那箱子上都写着你的名字，那别人看到这些箱子不就知道咱家搬到哪儿去住了吗？这多不讲究隐私啊！我自己来，我可不会轻易泄露张彩玲的住址。然后我妈说为了吉利，先在新家门上贴个对联再搬进去。于是大胖媳妇找了一对以前客户送给我们彩玲一家的定制专属对联，因为她不认字儿，完全看不懂对联写的啥，把它死死的贴在了新家门上。中西合璧，大胖彩玲七唱夫随，雅俗共赏，打铁姐弟，子有地宫，横批彩玲合家欢。大胖媳妇贴完还问我，我今天在屋里收拾屋的时候，我就听见外边走廊里有人说，是张彩玲他家搬这儿来了。你说他们咋猜着的呢？人家我当时搁屋里收拾新家换床垫呢，毫无线索，他们是咋猜到的呢？终于准备好要搬到新家了，没想到啊，后边还有更荒诞的事儿。大胖媳妇在搬家当天，因为无知上演了一段杂技绝活，搬了好几天，终于出发去新家了。我们一车人人都是 VIP， 后备箱空间超大，我妈都夸我开的吉利银河 V900，23排一样宽敞，得房率超高，还是宁德时代电池神盾安全系统。这车老好开了，辅助驾驶操控贼灵活，完全没有开大车的压力感。后来对联让我撕下去了，我说对联不贴了，就贴个福字儿吧。他贴福字儿的时候，咱们不是讲究福字倒贴吗？意思是福到，但他完全不懂。他贴的时候我说中国人在乎这好彩头，所以你贴的时候得反过来。你反着贴，他挺听话，精准做到了将自己反过来贴。我说不是，是你上下方向的倒过来贴，在中国文化中这代表幸运。他说你确定吗？我说我确定。他说好吧。 I need to prepare for this. Stop. 这啥呀？这是？还有我，你挺灵长，你挺灵长。特别的你好，知道吗？张大
拿铁又来安慰人了。我有一个很小的小学妹，最近崩溃了，老板烦人，天天加班，她受不了了，想裸辞，问我能不能来俺家让张拿铁安慰安慰她。从张拿铁给出的杂乱无章、漫无边际的安慰话语中，我竟然感受到了一种职场哲学，而且她莫名其妙学会了一个词儿“内耗”，一直用，虽然她不知道啥意思。这个阿姨她崩溃了，她想被拿铁安慰。咋了？她上班上疯了，她太内耗了，你不懂。不懂。你这她也不懂啥内耗，我还给她内耗。不懂，我也是个特别内耗的。我中午在学校吃大晚饭，老师夸我特别内耗，特别内耗。阿姨就是工作太累了，她就不开心。你为什么不开心？我天天加班，老板不让我下班。他不让你下班，你不让他下班，他根本就不上班。他不上班，你也不上班。我不上班，HR 会告状的。等一下是谁呀？是谁？我根本就干不过来，老板非催着我干。我不想干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他我不想，不想就是不想。那我老板就不喜欢我。那你喜欢他吗？那我也不喜欢他呀。他不喜欢你，你也不喜欢他，都不喜欢，怎么的？怎么的？但是他这个老板，他要是不开心，谁都不开心。那你就告诉他，告诉他啥呀？告诉你就告诉他 I don't care, I don't care, OK？ 别惹我，我内耗了，我内耗了，特别内耗，别惹我，我早就内耗了，我特别的内耗，知道吗？知道吗？然后呢，这个女生就跟我说想来想去还是觉得自己开心最重要，决定了就裸辞，想去远方旅行一趟，不就是没钱赚了吗？没钱就没钱，回来再想钱的事儿，不受这个折磨。我说我完全支持，我不只支持你去找寻快乐，我还送你一套我自己保藏的欧珀莱的高定礼盒，这里的第4代黑精灵精华添加了抗老科技成分的新肌酮，质地清爽，吸收快，能有效缓解熬夜加班出差带来的损伤，紧致皮肤，淡化细纹，轻松抗老。然后第2天早大同学开生日 party， 张拿铁也去了，人家叽里哇啦说一堆他也听不懂。然后早达让张拿铁加入他们一起滑旱冰，张拿铁不敢，但是他不说他不敢。我可不是，我现在很内耗，很内耗。哎，你敢不敢相信啊？我跟大胖媳妇居然很有可能阴差阳错，至今未婚。说你都不敢信，咋回事呢？温迪的计划呀是年前办签证，然后24号，也就是昨天来中国。结果办签证的时候呢，出现了这么一个谁也不曾想到的乌龙事件。大使馆签证处看完温迪的文件说，我跟大胖媳妇的结婚证扫描件没有公章，没有法律效应，而我婆婆要办的是探亲签证，需要我作为中国公民给她发邀请函。也就是说呀，这个受理需要2个充分且必要条件：一要证明大胖媳妇是温迪的儿子；二要证明我是大胖媳妇的媳妇，合法夫妻。结果啊，好巧不巧，俩都没证明了。首先要证明这个母子关系，我婆婆带去了出生证明，人家一打开没有大胖媳妇名，我婆婆都懵了。那不对，她是我生的呀。完给她老公我公公打电话才明白，原来他家这个出生证明啊是我公公去办的。那我公公不是他亲爸吗？然后我公公当年给我这俩小姑子办出生证明的时候呢，大胖媳妇已经好几岁了，那老头当年嫌费劲没给他办，然后后来就忘了。也就是说他家的户口本上没有他。然后我婆婆就回家找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，他呢也不是没有证明，他就医院给他发那种随机的证明，没有父母名。也就是说大胖媳妇的出生证明啊只能证明他出生，不能证明被谁。哎，就是说这个大胖男婴啊，那一天的确在温哥华出生了，声音不详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说呢，他这个跟温迪这个母子关系目前是无效的。然后他跟我结婚了这个事儿呢也无效，具体咋回事我也不知道。原件在北京呢，我们现在回铁岭了，我们得等过完年回北京找着结婚证原件，看看为什么上边没有公章。完我呢是有点上火，因为我觉得我婆婆只要来戏肯定挺多。关键呢，我婆婆这次要跟我小姑子一起来，然后我小姑子跟我说好几回了，此行吧别有目的。她觉得中国小伙挺帅的，想来这儿找对象。我说我肯定帮你找，结果现在俩人都得重新办。然后大胖媳妇呢有点反常，多心了，这个人开始歪了。人家俺家全家初2聚餐，全家都热闹提酒，推杯换盏的，他也不参与。我就怼他，我说全家都敬酒呢，你咋不融入呢？他说我也不是你家人啊，我就是个外宾。然后就跟我歪上了，说哎，这些年咱俩干啥呢？张太良玩呢？你这结婚证都没有公章，那8年前你领我去的是个什么地方呢？是不是一个办假证的窝点啊？当
当年我傻呵呵的跟你在那屋照张照片，我以为我成为了你的老公，没想到被你牵成了旗下艺人。我这还巴巴跟人说我是你大胖媳妇呢，结果只是你的胖女朋友。我说你这咋还歪上了呢？那没有公章，我哪知道咋回事啊？再说你担心啥呀？咱俩孩子。他说对呀，有俩孩子，那我咋不担心呢？有了名分，我是孩子他爹；没有名分，我就是未婚妈妈。未婚妈妈。总之吧，这2天坍塌了，内心嘶吼着痛苦的独白：我在哪儿？我是谁？在加拿大不能证明自己是谁，在中国也不能。我说你转移一下注意力，咱俩看电影去吧。他还看电影名。哎妈，你找着电影都骂我，《流浪地球》，《流浪地球》。